不知道王妃是受人指使还是无意之举，臣担心因此牵连了王爷，误了大事。另一大臣上前行礼：王爷，顾相说的在理啊。那就把妖言惑众的人带到本王面前来，本王亲自审一审，到底是何居心。王爷的家事，臣等不该插手，但是王妃可是陆御史的女儿啊。既然是家事，又是女儿家性质，谁敢这么没分寸插嘴？越过本王，来个本王的家事，就别怪本王不客气了。顾雍一开始也觉得就是女儿家的小事，倒不至于上升到不敬皇家的地步，只是也担心说的人多了，难免会给有心之人可乘之机。既然王爷态度坚决，那他也无法。哥，要是因为一个女人误了大计，危及的可是你亲弟弟我，还有你自己的性命，你可想好了？王爷肯定有自己的打算，可能只是不方便说。我哥一看就是被色迷了心窍，你不劝他，劝我干什么？谢明科摸摸鼻子，他觉得王爷不是那样的人，王爷心里肯定什么都清楚的。就说现在他研究的解药都快有结果了，到时候王妃不受旁人控制了，反过来还能帮王爷呢。你们不必忧心本王的家事，凡事本王心里有数，事情并非你们想象中的那样。你们担忧之事，本王自有谋划。是。顾雍和大臣忙应声，王爷的话从来不叫人质疑，王爷的威严让人不敢藐视。臣告退。臣也告退。两人走了，留下帝巡和谢明科。帝将扫视两人一眼：我在外面辛苦那么久，难道不配哥给我接风洗尘？我今天就要去你家吃饭。帝将静默2秒，站起来朝外走。帝巡朝谢明科抬抬下巴，示意他跟上。谢明科轻轻摇了摇头。帝巡眼睛一眯，上前牵住他的袖子：必须去，万一挨揍，还有个人在旁边劝劝。帝将回来就进了书房，管家和下人招呼着雄赳赳气昂昂的两人。对了，今晚是我的接风宴，这府里该请的人都请来。管家想了一下就明白了：是，奴才晚点就叫人去请王妃。陆九晚这段时间都在研究解药的事情，也通过西医的方式积极给自己身体解毒。之所以一方面给自己的身体解毒，另一方面还要研究解药，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另外，经过他的研究，他发现解药的比例一换能达到的效果更好。等他再研究一下，也许能配出彻底根治的解药。王妃，云鹤院派人来说，请您今晚在云鹤院用晚膳。行吧。西沉的落日照得云鹤院金碧辉煌，威严雄伟。陆九晚刚走上台阶，就见帝江从环廊拐角处走了出来。他抬了抬下巴，算是打招呼。帝江远远看见他抬下巴，知道他是跟自己打招呼。想到几日后的宫宴，他略微有点头疼，想给他找个礼仪嬷嬷，又担心他像上次一样生气。他站在原地，观他大步流星地走来，沉默。发什么呆啊？走啊，吃饭去。陆九晚上前，毫不犹豫地牵起他的手，往膳厅走。我哥和那个女人怎么都还不来啊？果然是丰衣足食习惯了，不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陆九晚刚走到门口，便听到里面有声音。他驻足，抬头看帝江。谁？小巡和谢明科。你那个不懂事的弟弟？我回去吃，懒得和他吵架。就在这里吃吧，别理他。要是他挑事，吵哭了不赖我啊。他踏步进去，帝江跟在后面。桌边两人见到他，站了起来。王爷，王妃。谢明科行礼，帝巡轻咳一下。他为什么要站起来啊？四人各坐一方，帝江霸气沉稳地端坐首位。用膳吧。是。谢明科后悔没真心甩掉小王爷，心里想着来看戏。不过现在除了小王爷动作比较大，一直在表达不满外，大家都在静静用餐，倒也还好。可是就在他心里说完这句话之后，两双筷子不约而同地夹向同一个红烧狮子头。帝巡和陆九晚两人同时抬头看向对方，手上的筷子一点没松。帝江咀嚼的动作顿住，这么大的饭桌，盘子里那么几个头，两人是怎么夹到一块儿去的？视线在两人之间转了一圈，感觉两人之间火花四溅，心中微叹息。他收回视线，淡定地继续用膳。谢明科眼睛微微睁大。不是，王爷您不管啊？他
他微愕，算了，那他也不管了。陆九婉本不想同这小孩一样幼稚的，但是他无缘无故看自己不爽，让他更不爽。当一个小孩看你不顺眼，老是想欺负你，而你假装无动于衷的时候，小孩不会停止他恶劣的行为，反而会觉得你不敢拿他怎么样，越来越嚣张，要么不收拾，要么一次就让你服。这时候陆九婉当然不会惯着他，他用力往自己这边夹，帝寻眉头一蹙，拼命往他那边夹。狮子头都头疼死了，快烂了，把我切了1人1半行不行？帝江看到陆九婉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悄无声息地后仰了一点，下一刻他松开了筷子，恭喜小王爷喜得狮子头一枚。那狮子头果然如他所愿，被他抢到了，而且亲密地滚到了他的怀里。汤汁溅了他一身。你帝江静坐不动，事不关己。陆九婉淡然地坐在原地，看着帝寻的衣服，嫌弃地道：咦，真脏。帝寻立马暴跳如雷，以筷子做武器，朝陆九婉飞射过来。我杀了你！陆九婉一个侧身避开，行云流水，而此时帝寻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他起身迎招，两人默契地打出了善听，满腔怒火都发泄不出来，所以谁也没有留情，势如水火。帝寻出招的速度很快，陆九婉的速度也不慢，见招拆招，他以手为刃，朝他颈部横砍。陆九婉快速抬手抵挡，另一只手迅猛攻击他的腹部，帝寻灵巧地翻身避开。帝江优雅地用完了晚膳，才信步走出膳厅，走到廊檐上，饶有兴趣地看着两人之间快速过招，见谁也占不到便宜。小寻是他亲自训练出来的，聪慧灵敏，身手不凡，难有敌手，所以他才放心让他出去找圣旨的踪迹。倒是还没有见过他王妃的身手，也有点低估了他的身手。也好，省得被人欺负。既然要打，今天谁也别插手，让他们两个打个够。帝寻的一招一式都刚劲有力，灵活迅速，一招穿掌闪劈欺压而上，势如破竹。掌风刮过，衣袖刮走了陆九婉头上的兰花玉簪，眼看簪子被衣袖甩开就要落地，玉簪落地几乎不可能完好无损。陆九婉半点不做思考，飞速伸手去接。帝寻眼里闪过一丝得意之色，趁机进攻。下一刻众人都没有看清王爷是怎么飞速闪现在王妃面前，接住了玉簪，并一脚将帝寻踢飞的。玉簪到手，伴随着砰的落地声。陆九婉转头看见帝寻屁股着地，眉头一挑，乖乖沉默。哥，你干什么？凭什么揍我？明明是他欺负我，你为什么不揍他？你上门欺负人家妻子还要好脸色，也是王爷惯着你了。他哪里配？配不配是王爷说了算。再说了，你刚才弄坏的簪子是王爷千金买回来的，还花千金给他买个破簪子。帝寻气不打一处来，两个鼻孔一起出。我和他之间，你只能选一个。陆九婉这下都分不清他到底是吃醋了，还是单纯的不喜欢自己。帝寻倔强地看着帝江，要听他选择。帝江满目威严。回去换衣服。哥，你太让我失望了。走出10来米，猛地停下，回身愤愤地道：我饭都没吃。然而他哥一句话都没有说，淡淡地看着他。倒是谢明科上前将他往屋里推。哎呀，走走走，先吃饭吧，反正都是自家人，换衣服不着急，先吃饭。帝寻瞪了陆九婉一眼，一脸不情不愿地进屋吃饭了。帝江低头看着手中的簪子，缓缓侧身，看见陆九婉安静地待在自己身边，抬手挑起他的下巴，对上他的眼睛。身手不错呀，但近身交手你的力量不如小寻，会吃亏。下次遇到这种对手要灵活应变。比如用你头上的簪子做武器。你的好弟弟听见了会哭的。他将簪子带回他的头上，满意的看了眼，牵着他进去吃饭。两人进来的时候，帝寻正化悲愤为食欲，大口大口的吃着，那狮子头全部都堆在他的碗里。西游记好看吗？帝江已经吃饱，只是陪着两人，怕他们又打架。不错。帝寻纳闷，什么西游记？陆九婉真诚的开口。突然想到很久之前听过的一个非常难以置信的传说，想听吗？帝江静静看着他真诚的样子，余光嫂见他的傻弟弟竟然竖起了耳朵。平日里觉得他聪慧过人，稳重成熟，
不知道为何一碰到陆九婉就显得智力不足，暴躁易怒。不等帝江说想不想的，陆九婉就开始了。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小地方叫小爬犁，那里的女人个个穿着宽大蓬松的裙子，漂亮精美。他们国家有很多漂亮的城堡，用砖块或者石头建成，很高大壮观，还要用珠宝做装饰。陆九婉见桌上几人都竖着耳朵听，继续讲。在他们那儿有一座很漂亮的宫殿，金碧辉煌，十分精美，红砖建成，3层楼高，一共有2000多个房间。其中有一处大厅叫做镜厅，墙面镶嵌了400多块落地镜，反射着穹顶壁画，金碧辉煌，奢华无比。但是这2000多个房间没有一间是厕所，没有一间茅房。桌上3人默了。这宫殿不住人？住，多的是人住在里面，跟你们的皇宫一样，里面住着他们国家最尊贵的人。那人有3节，这怎么解决啊？不光这里没有茅房，他们那儿每家每户都没有茅房。啊？是不是想问他们去哪里解决？帝寻犹豫的点点头。陆九婉看向谢明科，谢明科也在认真等答案。他又看向帝江，帝江收回视线，端起茶杯。不是说了吗？他们那儿的女人穿着漂亮精美的蓬松大圆裙，大圆裙里面有内衬支撑着裙子，就是为了能够随时随地拉屎拉尿，还不用沾到裙摆上。帝江被一口茶水呛到，从没有这么失态过。帝寻石化了，嘴巴都张大了。谢明科听得目瞪口呆，嘴角狂抽。他们随时随地想拉就拉，所以那座漂亮的宫殿随地可见的都是屎尿。不光宫殿里，他们那里的男人出门需要穿高跟鞋，跟部很高的一种鞋，就是因为在大街上经常踩到屎，避免脏了脚。为什么大街上也会有？难道他们在街上也能做得出来？想拉就拉呗，他们还有自由泼粪的权利，提着粪桶里的粪便从楼上直接泼下来，对他们来说和吃饭一样正常。下面路过的人就会被淋一身，也是常有的事。哦，不洗澡，他们基本都不洗澡，一辈子也洗不了几次，所以他们会创造很多香水掩盖身上的臭味。讲文明的人会拉在桶里去倒掉。城墙角是一个堆屎的好地方，敌人来进攻就可以踩着他们的屎堆爬上城楼。帝寻嘴角疯狂抽动，嘴呕了又呕。护城河里是他们拉屎拉尿和倒粪桶的最佳选择地，也算是为了他们做了点贡献，至少满河的金黄提升了护城河的抵御力。帝寻捂住嘴，站起来往外跑。谢明科也一脸苦大仇深的站起来，对着2人匆匆行了个礼，话也没说就转身离开了。刚出了门口，就听见他的呕声。陆九婉转头看着帝江，见他眉头紧皱，嘴唇轻抿，似遇到了麻烦之事，乐呵地安慰他：没事儿，离这儿还远着呢，撤不着你。离这儿远的意思是，这事儿是真实存在的，简直离谱至极。陆九婉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拿起筷子夹菜，没有人在旁边烦他，他吃得格外香。帝江见他吃得香，心知他是为了赶走小寻故意编的，只是他是怎么想得出来这些令人闻风丧胆的故事的？有没有可能我说的是真的？闭嘴，吃饭。不细算了，天大地大，时空流转，你没见过的事情可太多了。帝江看着他眼神飘远，似乎在怀念很多他未知的东西，一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让他心里有点不舒服。那就一点点的说给本王听，本王一天听一点，总能听完。陆九婉用视线瞄他，思量半晌。也行，那是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呢，还是从人类从猿猴进化成人开始呢？我想想。帝江将话听在耳里，觉得他奇思妙想，倒是真的有点期待。第2日，天色鱼肚白，芙蓉帐内，女子娇软地躺在趴在男人宽阔健硕的胸膛之上。帝江醒来就觉得有座小山压着自己，习惯了。他抬手将他脸上凌乱的长发拨顺，露出他沉睡的面孔。醒了一会儿神，才将他的手轻轻拨开，半坐起身，又抬起他的腿轻轻放到一边，拉了被子给他盖上。陆九婉动了动，抬腿圈住他的一条腿继续睡。帝江嘴角轻扬，轻轻拍了拍：放开本王，不许耍赖。被子里没有动静，帝江抽了抽腿，没抽动。不可任性。见他不理，才说：今日是百花节，早些起来洗漱，
去外面走走，看看热闹。好玩吗？你去看过了便知，人多，吃喝玩乐也多，但不可接受旁人赠予的花，记住啊。那就去打个卡吧，难得来一趟。万一穿回去了呢？打个卡。帝江发现他嘴里总是出现他听不懂的话语。那就起床吧，松腿。他双手卡在他的腋下，将他抱了起来，坐在自己的怀里。每日早晨都因为陆九晚耍赖，帝江都来不及用早膳就要赶着去上朝。天幕全部拉开之时，朝堂大殿之内，文武百官身着官服，已经严整肃静地站着上早朝了。金光耀眼的龙椅上，男人身着龙袍，高大严肃，外貌与帝江有1-2分相似，身上的气势却和帝江半点不同。众位爱卿，可还有事上奏？百官沉默片刻，一人站了出来。皇上，臣有事要奏。帝位之上，帝玄义眉眼淡淡，点了下头。此事是关于晋王的。闻言，众人纷纷抬起眼皮看向帝江。帝江岿然不动，淡然处之。那人说着的时候，也小心地看了眼帝江的方向，下定决心继续说：臣本不该多言，只是若是对此事不管不顾，恐怕影响严重。臣闻晋王妃写了一篇话本，流传甚广，已经传出了南晋城。帝玄义看了眼他的皇叔，此事本无多大不妥，只是话本之中传递的思想恐怕有害呀。说着，他从怀中掏出一本《女王和她的风流俏公子》，恭敬地呈上。帝玄义旁边的公公观了眼皇上的意思，然后匆匆下去接了上来，恭敬地呈给他。帝玄义看着画本上的几个黑色大字，眉头不着痕迹地蹙了蹙。他如何写得出这类东西来？皇上是真龙天子，顶天立地之人，而书中小小女子怎么能与皇上相比呢？满国皆是女子，置吾等男儿于何地呀？将吾等男子守家卫国的血汗置于何地？长久以往，影响深远呐。他的话音刚落，就有几道声音附和：臣等也是如此认为的。晋王妃此举不雅不敬。皇叔可有话想说？他看向帝江，帝江威严地看向上奏之人。没想到本王的王妃闲云之乐写的话本子，就能让李大人、林大人、周大人、王大人和赵大人如此忧虑深重。帝江一个一个念名字，每念一个，被念之人的心就提一下。皇上明鉴，臣只是担心这样的思想会迫害了百姓。臣也只是忧心，有些事就是要防范于未然才好，并非。帝江身旁之人站出来义正言辞的道：区区几言就笑得如此实在，还要大张旗鼓，看来你们还是看得出太少了。不如下朝之后，本宫多找些给几位大人看看，让各位大人锻炼一下心性。别看了鬼怪传奇就要闹着做法事，听了离奇之说就要兴师动众探实一番，如此狭隘浮躁，怎么能堪当大人，替皇上分忧？几人吓得脸色一变，帝江不紧不慢地接了一句：几位大人不必忧心，既然几位如此清闲，王妃又略有文采，过几日再写篇男儿国的话本子，你们看了解解忧。帝玄义意外地看着皇叔，皇叔向来不愿与人争辩，近来听说皇叔对晋王妃宠爱有加，看来确有其事。只是没想到，他一向清心寡欲的皇叔也会为了一个女人做到这种地步，不愧是媚杀，连他的皇叔都抵挡不住。帝玄一眼一眨，眸中神色收敛。不管本王与王妃感情如何，护她是责任。帝玄一目光停留在帝江的脸上，打量几番才收回目光。王妃人在家中，灾祸凭空而来，何其无辜。一大群德高望重的大臣背后非议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实非君子所为，更何况谈论的还是如此荒诞的话题。另一群人附和：是呀，如此言论，难道不比话本中的思想更撼人呐？以讹传讹，关键还有些人无知糊涂，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被人牵着鼻子走。幸好皇上高明远识。对面几人想骂街，但不敢。帝玄义抬手，满朝堂顿时真落可闻。下朝之后，帝玄义对身边的人说：去请陆御史来见朕。晋王府内，吃过早膳，陆九晚踏出房屋，
就见丫鬟奴才歇在搬弄花草，她的院子里真的花团锦簇了。百花节是什么节？百花节是未婚男女最喜欢的日子，本来平日里男婚女嫁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到了百花节，每个人都手持花束，遇见心仪之人便可以将手中的花束赠予那人。一束花而已，按照现在的婚姻观念，双方父母不满意，那又有什么用？再说大街上见一面就敢定终身，是人是鬼都分不清，这些姑娘胆子真大。并非一花定终身，只是借此表明心意。送花和接花之人当然都是思量之后才敢送出和接受的，至于成与不成，成了最好一段佳话，不成的话就是会耽误往后的美选，女子还是比较慎重的。走，看热闹去。奴才听说南晋的晋王妃才貌双绝，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蓝衣男子一个眼神看向他，男子立马淫笑着说：哈，昨日奴才听见几个人在议论一个画本，此画本几度被一抢而空。有趣的是，这个画本是南晋王的王妃所著。蓝衣男子顿觉有趣，好有意思的女人。王妃，咱们到清风轩了，这里是每年百花节最热闹的地方，每到今天，这附近的酒楼茶馆都是人满爆棚。清风轩高大华美，堂中还搭建了一个戏台，乐团在旁边吹拉弹唱，中间有一群女子在跳舞，台下四周坐满了饮酒喝茶聊天玩笑的男男女女，此时都站了起来，歌舞也暂停，面向这面表示尊敬。公子，您要的画本。对面蓝衣公子接过手下递给他的画本，看到封面，眼神有些错愕震惊。他抬头看向对面，女子高贵端庄，娴静美好。他又低头看了眼女王和她的风流俏公子。确定没买错？属下再三确定过，没有买错。蓝衣公子眉目一挑，饶有趣味地看向对面，真的是好有趣的一个女人啊。看着这本书，再看着她的人，仿佛能看到她的娴静中透着一股灵动美妙。陆九婉察觉到视线，下意识抬眸看去，正和他对上。蓝衣男人见他直直看过来，眉目含笑，神态变得更加玩味，风流至极。本以为对面女子会害羞回避，没想到她的目光半点不避让，甚至还翻了个白眼。傻缺，笑得那么骚，是想勾引他。虽然长得还不错，但不是他的菜，帝江那种才是他的菜，恋爱中勿扰。蓝衣公子蹙眉辨别，他嘀咕了什么呢？好似很嫌弃的样子，就是那抹嫌弃让他一下子陷入自我怀疑，隐隐郁闷。楼下有人在高声说话，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下面到大家期待已久的环节了，有意参加比赛的人员名单已经拿到手了。这人念叨完，就有下人伴着琴上台，接着一个女人走了上去。陆九婉一看，有点眼熟。都说王妃极其擅长琴艺，如仙乐般动听，能否请王妃让大家都开开眼界？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下面顿时沸腾起来，纷纷请求。是呀，请求王妃让大家开开眼界。要是能听到那首女儿情啊，那就无憾了。换做平日是万万不敢吃想的，但今日是百花节，要是能得王妃一曲，那真是……王妃要不要回绝这些人？给他们弹一曲又如何？今日本王妃就与民同乐，叫他们拿琵琶上来。不能怂，关乎尊严和帝江的脸面。他只学过古筝，这身体的原身倒是什么都精通。白桃站在窗台边，说话的时候很有气势。我们王妃说了，盛情难却，本就是出来与民同乐的，弹一曲又何妨？劳烦取一架琵琶上来。楼下众人很是兴奋，特别是对女王和她的风流俏公子这话本爱不释手的一群人，本来就对王妃心生崇拜之意，更是激动不已。仰着头朝上看，见他过来坐下，大家自觉安静了下来。
绵绵忧思才是最绕人心的。一曲完毕，全场安静无声。蓝衣公子静静看着他这边，要说一开始只是因为觉得有趣才想来凑个热闹，想要看看这个王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那他现在真的觉得这个女人很特别。王妃此曲天籁呀，不知道里面是否也和女儿情一样有个故事啊？地下有人问，众人纷纷抬头静待回答。陆九婉毫不犹豫，有。能否劳累王妃让大家开开眼？是啊，劳烦王妃给大家讲讲吧。写成画本比较好，可以珍藏。一时间下面纷杂的讨论声此起彼伏。陆九婉站起来压了压手，这个故事等王妃还要梳理一下，没有做好准备，等之后你们自然会看到。那不能让你们白嫖噻，回去随便编一个故事出来也是一笔收入啊。养老金金库来源+1。下楼，陆九婉准备上马车，却被一蓝衣公子伸手拦住。他手捧一盆花，脸上是温润绅士的笑容。今日是百花节，鲜花代表着爱慕之意，我对姑娘一见倾心，此花赠与姑娘，请姑娘收下。陆九婉退后一步，视线将他从头扫到尾。蓝衣公子笑意盈盈的脸色渐渐固化，回府慢慢微蹙眉头。哪一家女子敢这么直白地盯着一个男子看？若是别的女人，会被认为是非常没有教养的行为。但是陆九婉看他，直白中带着审视，审视中带着嫌弃，嫌弃中带着无趣，这让他非常不自在，蹙眉问：姑娘在看什么呢？眼不觉耳不聋的，你活腻了？姑娘此话怎讲？不知道谁是我男人？人人都叫他王妃，偏偏他装傻。蓝衣公子瞬间明白，扬起笑容，有些风流。我不在乎。陆九婉又打量他一番，见他眼里的认真，连帝江都不放在眼里的人，他猜测此人或许有点小身份，不做理会，全当遇见沙比了。正欲转身上马车，蓝衣公子手一伸，笑道：姑娘还没收下我的花呢。拿开。要是我不呢？陆九婉还没来得及发作，一把利剑破空而来，划破气流，声音让人胆寒。蓝衣公子站定之后，脸色铁青地看向那边，只见熙熙攘攘的人群纷纷恭敬拘谨地跪地行礼。一高大俊美的男人从跪地的人群中走来，眼含冰霜，气势逼人。蓝衣公子眼睛危险地眯着，看着他越走越近。也就是一瞬之间的事情，他的侍卫们反应过来，齐齐朝帝江攻击而去。慕白和元苍二人迅速应战，霎时刀光剑影，火花四溅。陆九婉偏头瞧见利剑插入地缝，周围几块地砖全都崩裂了。他转回头上前一步，和帝江擦身而过，麻溜地上了帝江身后的跟随而来的马车。你是靖王？北陵太子叶云州。叶云州对于帝江认出他来也不惊讶。这就是南京的待客之道。贵客上门自当以礼相待，只是没有想到堂堂北陵太子会做出当众戏弄妇人的举动来。岂敢，只不过是爱美之心人间有之。本宫见此女子貌美如花，只是情不自已的想送一捧花聊表心意，何来戏弄之说？在南晋，美好的人或者物都是只可远观。哦，为何只能远观？近观岂不是更能看清楚其中的美妙？所属之物才可近观。南晋与北陵民风不同，还请殿下注意言行。我们南晋国女子的尊严和清白不容挑衅。叶云州正欲开口，旁边元苍一剑挥向对面，趁着对方抵挡的时候，飞身一脚踹向他。那人被一脚踹飞，恰好倒在了叶云州的面前。叶云州视线轻轻下搭，脸色归于平静，平静中透着不悦。南京的待客之道真是让人耳目一新啊。来报说太子殿下的车辇要明日才能抵达南晋城，没想到竟然早到了一日，照顾不周，本王已经做好了安排。慕白，给太子殿下引路，安排好食宿。是王爷。本王还有急事要处理，待明日太子殿下的车辇入城之后，本王再好好的招待殿下。叶云州看着帝江上了马车，马车毫不犹豫地离去。他收回视线，仿若不把刚刚帝江对他的怠慢放在心上。走吧。太子殿下这边请，我们王爷已经命人做好了一切安排。是他不要脸，勾引有妇之夫，我拒绝了。他勾引你了？嗯。哦，何以见得呢？
还笑得很骚，还要送花给我。不说是今天送花表示喜欢的意思吗？这还不算勾引？不要说粗话。那你说是不是他的错？帝江瞧着他的小脸，觉得生动有趣，点头。是他的错。你怎么拒绝的？我刚刚在里面，他就坐在我对门对我笑来着。那么多人喊我王妃王妃的，偏偏他害了龙病。我就问他。问他什么？我问他知不知道我男人是谁。他怎么回答的？陆九婉不答反问。他谁啊？什么来头？北陵太子叶云舟。怪不得你的名头不好使。帝江眼皮一抬，静静看着他。陆九婉没接收到信号，只问他来这儿干什么？说完就想起帝江说的宫宴。参加宫宴的？什么宴？皇帝的生辰万寿宴，不是什么重要日子。那就是图谋不轨，奸细行为。陆九婉懒得管，随口问他回家吗？你今天弹的曲子很好听。你在哪儿？你对面。哦，你偷看我。光明正大。万寿宴当日，全城热闹非凡，大道上张灯结彩，披挂红绸，喜庆热闹。寿宴一般是晚宴，来得早又不用帮着忙碌。要不要逛一逛？宴会还早呢。帝江问身边人，陆九婉点头。宫人机灵，听到话默不作声地引着两人朝御花园去。一般宫外的贵人进宫都是想看一看御花园的，料想靖王妃也不例外。亲眼见到御花园，比陆九婉想象中更加绚丽壮美。两人信步慢走，帝江对这些不感兴趣，但也不觉得无聊。见身旁的人喜欢看，他也乐意看他安静中透着淡淡欢喜的样子。不远处，正经过御花园的叶云舟停下脚步，认出正在打情骂俏的两人。是女人，看着冷冰冰的。那天还对他那么凶，没想到也会对一个男人如此多情妩媚。他远远看着阳光下陆九婉脸上的温婉笑容，只觉得这院子里的风光不及他眼角的笑意半分明媚。一瞬间，他将自己带入帝江的角色，他贴靠的人是自己，被妩媚撩拨的人也是自己，仿佛感受到了他身体的温热，发丝的香味儿。被自己的异想震惊到，叶云舟忙收回视线，却又忍不住朝那边看去，看那个明明才见过一次却被他牢牢记住的女人。另一处，身穿明黄龙袍的男人立在高墙之上，同样将两人看进眼里。他那个清心寡欲的王叔真的沦陷了，终究是英雄难过美人关。想要什么说说嘛，我指定不是哄你的。帝江克制地握紧了他的腰，怕他疼又松开。他想要什么？他现在就想要他。你。陆九婉顺了一遍问题和答案，脸上又挂起了戏谑的笑容。你想在这儿要我？喜欢刺激的？狂言浪语，闭嘴！这幅画面落在皇帝的眼里，心里像是被抛了一颗石子，平静的心湖泛起了涟漪。如此自然随性的相处，他身边没有一个女人能做到，也没有一个敢，他也不允许，可竟然觉得稀罕。叶云舟脸上堆起笑容，正朝这边走来，对四周隐匿的视线不做任何理会。帝江牵起陆九婉的手，大步朝另一边离去。庆寿的宫殿是专供这类大型宴会使用的，宽大奢华。大殿除去皇上的主位，左右两侧设有几列长席，皇亲妃嫔、大臣及家眷各自按照位分分坐两侧。除了主位上的皇上和皇后，席上就空了2个位置。今日盛宴，男人基本着官服。哥，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啊？帝巡前倾着朝帝江打招呼，帝江没理他。帝巡早已经习惯他哥对他的没话找话，爱搭不理。不恼，坐好。又见面了，王妃。这么多人，你跟我皇嫂套什么近乎？昨天你还和我皇兄见面了呢，怎么不跟我皇兄说话呀？陆九婉眉角微扬，面色满意。叶云舟仍然笑着。本宫和王妃在百花节有过一面之缘，王妃一曲琵琶声震撼了半个南京城，让人记忆犹新。这话好夸张，但部分女眷还是有所耳闻的，也有几个当日就在场的，确实让人难以忘怀。皇上驾到，皇后娘娘驾到！一声高呼，身着龙袍的帝玄义和打扮得雍容华贵的萧子英随之出现在大殿门口。众人起身恭敬的行礼。
帝江躬身行礼，动作美观大方。帝玄义走到首位上，抬了抬手，坐吧。他看向叶云舟，朕刚才在门外就听见太子的声音，聊什么那么开心啊？说晋王妃名冠南郡城，情意超绝，无人能比啊。帝玄义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帝江坐在那里，就像一头猛兽，眼睫青山，掩盖着目中的威严，却霸气侧漏。他的皇叔光是那一身骇人的气势，无论是谁坐在皇位上都不会安心。太优越也是一种错。更何况陆九婉仿若局外人，也像是染了帝江的习性一样，两个人坐姿和神色十分相似。这个发现让帝玄义蹙了蹙眉，叛变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哦，身旁的公公犹豫好几次，还是开口提醒：皇上，吉时到了。那开始吧。吉时到，进行各项流程。首先就是百官朝贺，共同敬酒祝福，然后宣读贺寿清单，接着传菜。陆九婉的全部心思都在菜上面，珍馐美馔，让人垂涎欲滴。陛下，自陛下登基以来，为国为民日夜操劳，百姓安居乐业，社稷稳固，感怀隆恩，小女方瑶愿进献一舞，祝愿皇上龙体安康。宴会进行到一半，陆长安站了起来。帝玄义虽然明知他是什么意思，也不会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服了别人的心意。众人当然也明白陆御史是个什么意思。陆御史站在皇上的队伍里，却只有一个女儿嫁给了皇族，还是嫁给了皇上的最大劲敌晋王。陆方瑶明明就比陆九婉大，却迟迟未嫁，也不可能相看人家。这是什么意思？大家心里都有数，无非就是想入宫。音乐起，陆方瑶起舞。单论舞姿可能比不上旁人，但是胜在他眼神有戏，一脸野心在脸上展露的淋漓尽致。音乐选得不错，配上舞姿，有种倔强不服输的劲儿，总体来看也算不错。跳得不错。皇后最善舞，以为如何？臣妾觉得十分不错，舞美人也美，当赏。皇后都说了，那确实该赏。说吧，想要什么赏赐？臣女谢过皇上，谢皇后娘娘。她羞涩地犹豫着，喃喃开口：臣女想私下要赏。此话一落，陆九婉忽闻耳边一声极轻的笑声，她微微侧眸，不知道帝寻在笑什么。帝玄义的眉头机不可察地蹙了一下，思索了片刻，对着下面的人说：朕准你私下要赏。既然都开了个好头，其他人也不要孤芳自赏了，都各显所长，朕都重重有赏。皇上这话暗示和强制意味十足，自然不少人同时都站了起来，表示自己愿意。当然愿意啊，他们深闺中学习各门技艺，为的不就是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只是谁都不想陆方瑶那样脸皮厚，自己就站起来说要表现。于是接下来便是各家千金小姐各展所长。原本陆方瑶还暗暗自喜，已经在幻想私下找皇上要赏的美好场面了。只是皇上突然来这一出，人人都有重赏，他还怎么提？一个接一个的表演，每一个都精彩绝伦，都像是提前就彩排好的。听说南郡出美人，没想到美人还都个个是人才，今日算是大开眼界了。太子殿下谦虚了，素闻北陵人杰地灵，人人都能歌善舞。此话夸张，但民风确实如此。哦，那倒是勾起了朕的好奇心，有机会一定要见识一番。这有何难？本宫为皇上准备了一份特殊的贺礼，请皇上笑纳。说着他拍了拍手，殿门外一群女子身着白色纱衣，轻盈地进了殿内。为首之人穿着格外显眼，还戴着面纱，发髻格外繁复，头饰也亮眼。同样是白色纱衣，却更加华美，行走之间，衣服上的银丝暗纹若隐若现。他们甚至自备乐师，音乐起，舞也起，别具一格的美。舞者身姿轻盈，一步换位之间，飘然若仙，翩若惊鸿。一曲舞完毕，女子脚步轻盈地上前行礼：北陵17公主叶云清见过皇上。哦，众人惊讶，这竟然是北陵的17公主。陛下，皇妹从小被父皇宠着长大，性子顽劣，说想要给陛下一个惊喜，所以才今日才露面，还请勿见怪。无妨，有心了。
朕之前已经说了，今日愿意展露才华的，朕都重重有赏。不知道公主可有什么想要的？很早之前，元清就听过不少关于晋王的传言，说晋王文才武略，英俊潇洒。叶云清的话让整个大殿都默契地安静了下来。叶云舟眉头一蹙，来之前说好的是皇上，他竟然临时改变，选了晋王。所有的视线齐齐转向这边。陆九晚心脏莫名其妙地冒出了一点奇怪的感觉，他捉摸不到，似乎是一点点烦躁之意，好像一下子将他从某种理想舒适的生活状态拉入到紧张不舒适的氛围里，他才恍然惊醒一般。原来自己生活在男人可以3妻4妾的某个没听说过的古代里。他抬眸打量着叶云清，侧面看他身姿袅娜，侧颜柔美，气质坚毅。这样的女人和帝江站在一起的话，他心脏处传来莫名的微微酸涩感。收回视线，下意识去看帝江，才发现他一直在看着他，瞳仁漆黑。他不明白他这么看着自己是什么意思。他本想说什么，但是到了嘴边也没说了。叶云舟观察着两人的神色，见陆九婉竟然没有像普通女子那样听到自己的丈夫要迎娶别人而极度悲伤，要么就是不爱，要么就是真正的大度。不过他不信有人这么大度，那就是不爱。叶云舟的嘴角扬起一抹笑意，站起来朝帝玄义拱手。陛下，南境和北邻同属大国，物阜民丰，是其他小国眼中觊觎已久的肥肉。近些年来，这些小国十分活跃，兵马也日渐壮大，难保有一日这些人不联合起来，到时候不管是北邻还是南境，就算能抵挡得住，也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啊。不如在此之前，南北两国先联合起来，互通商贸，增加互市，壮大发展，共同抵抗外敌。帝玄义还没有发话，朝中不少重臣已经站了起来。陛下，太子殿下说的在理呀。近几年来，边界频繁受扰，长久下去，周边生存的百姓也不能安居乐业。陛下，臣赞同联姻，这于两国来说是百利无一害的事情啊。陛下，臣也赞同，南北公开互通的贸易对我们两国来说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不过晋王已经有正妃了，公主又身份尊贵，这……公主的身份何其尊贵，又是有功之身，当然不可能做侧妃。那该怎么办呢？当然应当按照王妃之位的待遇，将公主娶进府内，做正妃之位。至于现在的王妃嘛，也不是没有过将正妃为侧妃的先例啊。皇叔对联姻的事情怎么看啊？帝江耳里听着那些大臣的话，余光注视着陆九婉的举止，竟见他半点不受影响，都要给他降为侧妃了，他还是无动于衷。本王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指手画脚了？他沉脸的双眸抬起，扫视着全场，周身的气压却如同深冬凛冽的寒风，让人冷得说不出话。刚刚还在兴高采烈安排事情的人，像是说错话的小孩一样，个个正襟危坐，嘴巴严闭。叶云舟看好戏似的瞅着，本王与王妃夫妻情深，并没有迎娶侧妃的打算。这话一字一句落进陆九婉的心里，就像是一场绵密的细雨，浇灭了他心里的点点燥火。帝玄义听了帝江的话，心里松了一口气，面上露出思量之色。晋王的话，太子和公主也听到了。晋王是朕的皇叔，是长辈，皇叔的事情朕也做不得主。但是对于太子提的南北联姻的事情，朕觉得妥。只是联姻的人选，只要公主愿意，其他能做主的，朕一定做主。叶云清没料想过自己会被拒绝，他已经思量万千，绝对不会出错的。对于皇上和晋王之间的事情，他也是知道的。如今联姻对晋王来说是一个增加胜算的好机会，他怎么会放过呢？叶云舟看向叶云清，用眼神示意他别坏了大事。他压住心底的不甘和遗憾。皇上，云清欣赏晋王文才武略，是因为云清是个慕强的人。云清喜欢的是强者，而非是某个人。若论强者，云清心中有更佳的人选，只是不敢开口。众人满头疑问，谁比晋王更强？帝玄义微微蹙眉。哦，公主说的是何人？云清觉得这天下若论强者，无人能比得上皇上您。朕一言九鼎，能做主的事一定会答应公主。
那就下旨和亲，封贵妃。叶云清谢恩，百官贺喜，除了陆家，陆方瑶憋不住都哭了，也没人可怜他，场面恢复了和谐。入宫的时候，外面天光大亮，皇宫在阳光下金光闪闪；出宫的时候，银月高悬，月色皎洁。走这里干嘛？长前路。帝江没说话，只默默牵着他走。等走完这一条小道的时候，进入一处花园，被他牵着到了一个宽阔的凉亭。到了这里，陆九婉明显感觉到帝江身上的气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像是一下子就醉了。哎，你搞什么呀？喝醉了？帝江踉跄2步，带着他往后退，跌坐了下来，顺势也将他揽进自己的怀里。月光斜斜照进亭子里，两人沐浴在月色中。帝江，陆九婉，你胆子不小啊，敢直呼本王的名字。他一边说，一边腾出一只手摸到了他的胸口处，似乎想找找他的胆子。陆九婉轻笑一声，扶住他的手背，带着他的手移到自己的右边胸下。我的胆子在这里。帝江愣了一下，也随之轻笑出声，抽出手握住他纤细的脖子往下，亲住他的嘴。他借力靠在身后的栏杆上，毫不费劲地将他扣在怀里亲。陆九婉整个人趴在他的怀里，嘴巴被他用力地碾磨着。他惊讶极了，这是他第一次和帝江接吻，之前好像他的唇是给某个白月光专门留的盛宴似的，还不能碰，一想亲他就偏头。1次2次之后，陆九婉再也不惦记他的嘴了。这回自己送上门来了，他的唇是烫的，贴着他的唇很用力的压碾，什么奇怪的味道都消失了，只有暧昧和上头的味道。月光下，他趴在他的怀里。乖，别出声，有人来了。帝江说完，唇上越发温柔，脚步声越来越近。蓉儿，你入宫这么久也不见有孕，唉，这是娘好不容易求来的助孕偏方，你一定要收好，想办法配齐这些药。谢谢娘。如今宫里皇上一个子嗣也没有，要是你能生下皇子，那将是你一辈子的靠山。两人来得快，几句话说完，匆匆离开了。孩子，帝江脑子里突然闪现这个词，他伸手摸到他的肚子，脑中不受控制地浮现一些画面。陆九婉怀孕，陆九婉生孩子。宫外城西，叶云舟微怒地看着叶云清，今天差点坏了大事。云清知道错了，和亲已非我所愿，只是想着能挑选个自己看得上眼的，却没想到靖王竟然会拒绝。听他这么说，叶云舟的怒气散了些，缓和了声音。本宫也没有想到，站在他的角度来说，他应该不会拒绝才是。不管如何，你只要能够顺利留下，也算是完成了一半的任务。帝江和帝玄义之间的应该不久就会有大动静了，你一定要时刻汇报他们的情况。北林本宫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只要他们之间开战，本宫就一举进宫，拿下南境。叶云清想着帝江的模样，感觉事情不会像皇兄想的那么容易。云清一定会定期汇报情况的，皇兄万事小心。靖王不像是个好对付的角色。帝江和帝玄义都不是好对付的，所以就是让他们打起来，两虎相斗，等他们都伤了，才是本宫出手的好机会。王爷，本王为什么要孩子？谢明科一愣。啊！帝江瞳仁一缩，谢明科忙端正姿势，赶忙说：王爷您还没生呢，哪来的孩子？王妃怎么不见有孕啊？臣明白王爷的意思了。王妃没有怀孕，那原因有很多，主要的原因可能有3个。帝江蹙着眉，心里对陆九婉没有怀孕的事情有自己的猜想。一个是他常年训练，身体不好，另一个是他故意喝了避子汤，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的问题。说清楚。第一个就是怀孕要讲究一个时宜，并不是同房就会怀孕。再说您和王妃同房也就这2个月的事情，您是有点太着急了。再说就算有孕，这月份小，察觉不到也是正常的。王妃也许有孕了，只是没有察觉，你明天给她看看。他说什么了？他没说王妃有孕了呀，这要是没怀上怎么办？他忙苦笑着说：王爷，臣只是说有可能，并不是说王妃真的怀孕了。本王说的是也许，你耳朵聋了？还有什么原因？继续说。
这第二点就是双方可能身体不太好，难以有孕。帝江沉默片刻，伸出手。谢明科疑惑做什么？见他没动，帝江眉头一蹙。王妹，他都想说可能是王妃身体不太好的原因，结果王爷自己把手伸过来了。谢明科把了半天脉，仔仔细细，久到帝江都有点不耐烦了。谢大人，你谁的名头是自己封的？臣还不是想得仔细些，免得弄错了。是不是本王的问题啊？您的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有，之前你身体肝火旺盛，易躁易怒，时常双目赤红症状也没有了，脉象从容缓和，不浮不沉，双目清明有神，说明内里调理得很好，但也不可纵欲过度，损伤精气。帝江沉沉地看着他，谢明科收嘴。臣多言，王爷您自然是知道节制的。帝江知道不是自己的问题，微蹙的眉头终于放松了。还有什么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有可能王妃服用了避子汤。避子汤？谢明科眼看着王爷周身的气压一下子就降了下来。这只是一个猜想，不过王爷、王妃的身份您是知道的。服用避子汤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这话一出，王爷身上的气压又降了。谢明科无语，伴君如伴虎。来人！谢明科吓一跳，王爷想干什么？外面的下人忙进来，把王妃身边的贴身侍女带过来。是。很快，白珠、白桃经常伺候的老嬷嬷以及几个近身伺候的丫鬟全都跪在了帝江面前。王妃可曾服用过避子汤？奴婢未曾见过。奴婢也没见过。王妃没有吩咐过。帝江看着白珠、白桃，你们两个留下，其他人退下。其他人松了口气，忙退下。确定他没有服用过？王妃确实不曾喝过避子汤，每日吃喝都是厨房准备的。王妃让奴婢们去外面买吃食，都是奴婢和白珠两人亲自去的，不是避子汤。白桃比较机灵，猜到了王爷的两分意思。虽然王妃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但都是在下午时分，所以就算偷偷服用，也并不是在同房之后马上吃，估计都没效果。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吗？两人想了想，白桃眼皮一抬，帝江敏锐地注意到。说。白桃不知道说了对王妃有没有什么影响，王爷的反应又会是什么？王爷让他们去服侍王妃，他们是尽心尽力的服侍，也把王妃当成了自己的主人。但是归根结底，他们真正的主子是王爷，也永远不可能背叛王爷。自从奴婢开始服侍王妃以来，就没见过王妃来阅信。没来阅信？帝江眉头蹙起。这是什么原因？他问的是谢明科。谢明科思索着道：女儿家一般到了年纪都会来阅信，来了阅信才可以受孕生子，到了年纪但没有阅信的，要么就是怀孕了，要么就是身体疾病，还有一种可能。帝江看着他，有很少一部分女子2个月来一次，有的半年来一次，有的更少1年来一次，甚至有的一辈子都没有来过。这种情况可正常吗？倒是没听说过有什么不正常的，反而比来月信的女子更加幸运，不受月信的苦恼。明日好好给王妃把脉，看看她身体情况如何。是。第2日，叶云州一行人启程回北陵。靖王，借一步说话。帝江冷淡的眸子含着思量，半晌才抬手示意了一下。请。两人行至一旁，叶云州也不绕弯子了。靖王来日是要做大事的人，到时候身边的人会成为你的牵绊，王爷打算怎么处理？太子指的是谁啊？陆九婉。叶云州毫不避讳，他不明白自己堂堂一国太子竟然会对一个人妻动心，荒唐。但是他控制不住自己，除了天下，从来没有一样东西能让他这么想要拥有。太子殿下对本王的家事好像很关心啊。本宫不关心王爷的家事，本宫关心的是一个人。既然说到这里，本宫也不想兜圈子。若是有一天王爷需要，可以拿他来跟本宫换一样东西。太子殿下太过于自信了，本王想要什么东西，从来不会用女人去换。哦，是吗？本宫倒是觉得王爷太过于自信了吧。他笑着说完，转身就走了。帝江站在原地，沉眸看着他离开的背影。马车对辇出发，他静立在原地。他不走，其他人也不敢走，所有人静静等着。
半晌之后，才见王爷转身大步离开，湖边画楼。帝江面前以慕白和元苍为首，10来个恭敬地站着。慕白，你亲自带他们去一趟北陵，查查叶云舟，确定遗诏是否在他手中。千丝阁的人任你调遣，阁下手里的所有事情必须尽快确认遗诏下落。众人皆是一愣。千丝阁是王爷一手建立起来的组织，众人皆知千丝阁是一个将生意做到了天下各国的商业联合门派，天下富商一半都和千丝阁有联系。同时，千丝阁培养各类人才高手，招兵买马，江湖上各类门派暗中的真实身份其实都是千丝阁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消息灵通的组织，也没有找到遗诏消息，很多次都有了线索，可是到了最后，线索都断掉了。是，切记一定要小心行事，叶云舟不是个简单的人。是。云书院，王妃，王爷请您去云鹤院一趟。正是大中午的，陆九婉以为是叫他去吃午饭，没想到只见到2个人。见过王妃。谢明科起身行礼，陆九婉挥挥手，自顾坐下。什么事？帝江目光沉静地看着他，想到叶云舟的话，有那么一天他会如何选择？想到陆九婉的性子，嘴角嘲讽地勾了勾。就他这性子，叶云舟未免想得太多了，他不可能让自己沦为交换的货物。谢大人过来给本王把平安脉，也让他顺便给你也把把脉。陆九婉看向谢明科，中医，这是有真才实学的中医，不知道能不能把他身体里面的毒拔出来。他身体里的毒素已经被排出的差不多了，倒是研究的解药差点东西，他也不爱动，不爱管。反正他身体没事就行了。不过就算谢明科拔出来又怎么样？反正他在帝江面前也没有什么秘密了。上次他犯病还是帝江救的他，反正他什么都知道。来吧。他把手露出来，摆在一旁的桌上。谢明科放了脉诊，在他的手上搭了一块手绢，坐在对面仔仔细细地给他把脉。如何？王妃的身体没什么大问题，王妃恕罪。请容臣斗胆问一句，您是不是不来月事了，或者很久才来一次？这正常吗？正常。陆九婉质疑地看着他。没有其他了？谢明科表示有也不能当您面说啊，这是秘密。您的身体虽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体内亏损是难运之体，待臣给您开几副药，调理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好很多。要吃中药？陆九婉的眉头蹙了起来。不用，我身体没事。是，您的身体状况暂时没有问题，若想要孩子的话，恐怕还是要调理才好。陆九婉听这话，脸色都好了。身体没病，不用避孕，这身体不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穿越严选，陆九婉很满意。谁想要孩子自己生？帝江脸一沉，反正他不想吃中药，梗着脖子反驳。你呀？帝江看着他不说话，陆九婉看他黑脸就知道他又生气了，服了。你要孩子干什么？你有皇。好，他以后可能真的有皇位要继承，但是等他真的当皇上了，多的是人给他生，着什么急？想到此，他更不愿意生了。王妃，就算您不是为了怀孕，也要把身体调理好，不调理的话，身体亏空会随着时间越来越严重的，年纪越大越难调理。给他配药。是，臣先告退。把药配好，晚上送来。是。陆九婉淡淡看着帝江。你想干什么？我不生娃。帝江越发确定谢明科是个庸医，连他最近心口总不舒服都没诊出来。你不想生孩子，还是不想给本王生？不想生，谁的都不想生。为何？痛。他一想到生孩子，就想到无数麻烦事。很麻烦，怀孕、生、养、教，哪一样不麻烦？本王的孩子，本王会养，会教。你也会生？帝江脸更沉了。陆九婉见他脸黑，仍然倔强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生孩子有生命危险，说不定孩子没生出来就死在产床上了，不干。古代的生产环境有多糟糕就不用多说了，虽然他有空间医疗手术室，但生孩子是不可能生的，不想怀，不想经历生育痛苦，更不想养，最不想教。帝江突然没话反驳了，他说的没错。但是皇室之中没有孩子的女人，
如何立足？他不懂，什么都不懂，全身上下只有任性2个字。不管如何，先把身体调理好，其他的事以后再说。你不想生孩子，还是不想给本王生？不想生，谁的都不想生。为何？痛。他一想到生孩子，就想到无数麻烦事。很麻烦，怀孕、生、养、教，哪一样不麻烦？本王的孩子，本王会养，会教。你也会生？帝江脸更沉了。陆九婉见他脸黑，仍然倔强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生孩子有生命危险，说不定孩子没生出来就死在产床上了，不干。古代的生产环境有多糟糕就不用多说了，虽然他有空间医疗手术室，但生孩子是不可能生的，不想怀，不想经历生育痛苦，更不想养，最不想教。帝江突然没话反驳了，他说的没错。但是皇室之中没有孩子的女人如何立足？他不懂，什么都不懂，全身上下只有任性2个字。不管如何，先把身体调理好，其他的事以后再说。不想吃药，苦。本王让人给你准备蜜饯。不喝。陆九婉，这是本王最后的底线。陆九婉不再和他犟，静静和他对视，眼里脸上全是倔强，默默和他对视半晌，确定没有在他脸上看到半分退让的希望，他抬脚踏步离开。帝江看着他沉默离开的背影，头疼地捏了捏眉心。想到以后要是真的有孩子也像他这么难管教的话，他突然觉得没有孩子也挺好的。傍晚时分，谢明科带着几大包中药上门，见到帝江，将药往桌上一放。今日给王妃把脉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发现。说，王妃身上的噬心毒恐怕已经快解了。帝江停下翻书的手，体内只有轻微中毒的迹象，恐怕是服了解药。本王让你配了解药呢。谢明科没想到有人比自己还先制出了解药，有点不甘心。快了，最多3日，不过王妃现在已经用不上了，还要继续吗？继续，有用。好，王爷，您知道王妃身上的毒是谁解的吗？短短不到的1个月时间，竟然将王妃的身体的噬心毒清除的差不多了，一定是哪个隐士高手。谢明科说的激动，真想马上拜见一下这位高人，这辈子还没遇见过比自己还强的人，之前拜师学艺的师傅们早就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帝江没有理会他的话，心中思绪转换。不知道，也许机缘巧合吃了什么东西就解了。你去药房，亲自叮嘱下人把药煎好。碰巧吃了什么东西解了毒，这话哄3岁小孩呢？王爷肯定是知道什么，但是不告诉他。谢明科心痒，抓心挠肺的想知道是谁。王爷真的不知道？去煎药。谢明科心烦的住了嘴，拿上药离开。暮色渐浓，云书院，陆九婉正伏案写小说，给琵琶曲编一个凄凉的故事，给他的养老金库添砖加瓦。夜幕中，高大伟岸的男人缓缓走来，面无表情。过来。陆九婉深吸一口气，烦躁地站起来，走到桌边，瞧了一眼桌上的浓稠的药，脸色非常抗拒。不喝不行。不行。我又没病。这是调养身体的药，对你的身体有好处。我强壮如牛。你闭嘴，喝。很多女人都愿意给你生娃娃，你……陆九婉，这么想本王纳侧妃啊？本王就多找几个进来，到时候你连喝药的机会都没有，他们悄悄的就能把你给整死，你玩得过谁啊？就他这种倔强嚣张的性子，还有他这蹩脚的隐藏身份的手段，尴尬的身份换到别处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说他能保护自己，那都是明面上的，皇宫里女人们的手段是这世间最毒的。陆九婉心想，老子一枪一个。哎，不对，老子为什么那个时候还在你这里啊？早没影了。还要不要本王找女人了？陆九婉没说话，算了，万一到时候没走掉呢？宫斗，他怕自己活不过2集。说话。不说，天生不爱说话。哼，把药喝了，连喝2个月就行，1天1次。2个月？谢明科说你身体差，2个月是最短的期限。我他妈2个月，能不能少点？不能。少点。不能。少点。帝江一时间有点恍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和他讨价还价。
1个半月，到时候让谢明科诊断好了就不喝了。再少点。陆九婉，本王让你觉得很好讨价还价吗？最多1个月。1个月见不到效果，2个月就是最低的底线，1个半月是本王的底线。你底线降一降。他的眼睛亮亮的，含着期待。帝江差点气笑，但他好歹同意喝了。帝江原本沉沉的脸色也悄无声息地平缓了不少，见他脸色缓和，但还是没说话。你要是同意呢，我就喝；你要是不同意呢，1个月我也不喝。威胁本王，你胆子不小啊！一边说他，一边将桌上的药端过来，凑到他面前。本王同意了，先喝1个月再看，喝吧。他将他圈在怀里，一手端碗，一手拿着勺子搅拌，舀了一勺。虽然谈判成功，但是那黑色的药汁凑到他嘴边，陆九婉立马反胃，郁闷，没有喝药的勇气的郁闷，被熏到郁闷。见他犹豫苦闷，帝江不解：喝药至于怕成这样吗？本王又不是要你的命，一口喝了。药都喂到嘴边了，陆九婉赴死一般闭眼吸气，往前小心翼翼一凑。帝江见准，将一勺药喂到他嘴里，苦涩难闻的药汁让陆九婉眉头紧锁，想吐。别吐，吐了本王叫人再煎一碗过来。陆九婉被他抬着下巴，药顺着喉咙下去，苦，比他的命还苦。见他吞下了，帝江从桌上拿起一颗蜜枣喂他。吃1颗。陆九婉张嘴吃下，咀嚼了2下，并没有什么卵用，嘴巴又苦又涩，像嚼垃圾。刚吃完，帝江又舀了一勺喂到他的嘴边来。陆九婉又是深呼吸，闭眼喝了。既然害怕吃药，以后就不要受伤生命了。这天开始，陆九婉每天都活在烦恼中，一见到帝江就想逃。房间内除了帝江、帝寻和谢明科之外，还有7、8人，几人分坐各方，神色严肃。谢明科担忧的道：马上到秋猎了，这次一定要小心，这是他最好的机会了，他一定会用尽全力将王延宁困在猎场之中。这是帝寻第一次感到不安，他眉间是担忧。自从知道父皇留了遗诏让皇兄继位的事情，他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一定要助皇兄拿回皇位。在这场争斗中，随时可能会死，而他最不愿见到的就是皇兄受伤。王爷，我们安排的人已经进不去了。皇上早在1个月之前派了重兵把守在雁碑山外，给封山了。这美其名曰呢是担心百姓进山，到时候秋猎误伤，实际上就是知道您一定会提前派人进去接应。雁碑山是皇家秋猎场，绵延不见尽头，深不可测，就是大雁飞过都会迷失方向。雁碑山只有一面入口，入口之外皆是悬崖峭壁。深山尽头的另一边和雁碑山接壤的地方肯定还有入口，但是谁又能从那边跨越过来接应？普通人如山，只能在边缘，里面多猛兽、蛇虫鼠蚁、瘴气毒气样样俱全。怕了？帝江一扫众人：怎么可能？怕了就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我怎么可能会怕？征战沙场杀敌都不怕，我还会怕区区小树林？什么凶险的情况我们没经历过，不过是闯一回雁归山而已。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能抵挡千军，就算是死，我们也一定要护好王爷的，绝对不可能怕。这一群人，要么就是在沙场征战九死一生的，要么就是在江湖厮杀用命闯到今天的，要么就是经历过大苦大难艰苦训练的。总之，没有一个是简单的人。这次雁碑山不一样，不是正面交锋，要战胜的不只是猛兽，里面有陷阱，有埋伏，有不比你们差的杀手，更有我们预想不到的麻烦。所有人不能掉以轻心，这次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活着出来。这段时间你们到虎啸山去加紧训练，熟悉丛林生存环境。是。满屋的人离开之后，只剩下帝寻和帝江2人站在窗边。小寻，这次是他最好的机会，他全部的精力都会集中在我身上，我会派人护着你，不要进入深处，时间到了就出来，猎物不重要，保护好自己。帝寻有点难受，他其实很羡慕那种家庭和睦的普通人家，父母健在，兄友弟恭，但是偏偏生在帝王家，只要活着就是错。哥，我会小心的，你也要好好的出来，我们还没有给母妃报仇呢。喝了吗？没喝啊，王妃把药倒进鱼池里了。重新备药，
王爷，药一直备着的，就等您回来。端过来。是。进屋，陆九婉正埋头写东西，他很肯定他不是陆九婉，这其中一定是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也许他体内有2个灵魂，曾经的他被如今的他取代。也曾听说过有人受伤之后就会完全变了一个人，但是他更倾向于前者，他更愿意相信他是另一个灵魂。他对他的不再厌恶，可是警惕从来不断，除非事成之后。一面防备他，一面又把他纳入自己的范围之内，对他好，骄纵他，忍不住亲近他。他矛盾，但是他能分得清孰轻孰重，皇位、报仇和他一样都不能少。今天喝药了没有？陆九婉头也不抬。喝了。笔都不停一下，继续写。鱼死了没有？没有。陆九婉笔尖顿了一下。女人，这是你自找的，这句话现在本王送给你。陆九婉闻到一股药味，转头看到白珠像一只鹌鹑一样缩着脖子端着药，埋着头不敢看他。喝药。白桃鼓起勇气将药端到王妃面前，手往前送了送。陆九婉叹息，嘀咕一句：叛徒。白桃委屈，他是王爷的人，所以不是叛徒。帝江一直盯着他。陆九婉深呼吸，端过碗，泄气，再深呼吸，然后埋头咕噜咕噜喝完，砰地将碗放下，像是很疲劳一般。好了，喝完了，行了吧？很好。走吧，别打扰我创作。帝江仿若未闻，从他的桌上取了一本书，拿到一旁看了起来。陆九婉停下来，看向他：你怎么还不走？本王在自己家里，还要去哪儿？自从叫他喝药之后，他对他的态度全然冷淡了，一来就赶他走。陆九婉没见过他死乞白赖的样子，不屑地笑了声，继续埋头写作，直到疲倦才打着哈欠上床。帝江还坐在那里看书，书中自有颜如玉，看美女看上瘾了。半晌，他终于放下书，走到床边看了眼，起身出去。陆九婉困倦中惊讶了一下，竟然真的走了。睡梦中，身体被人抱住，温热的气息打在额头。醒了，正好。好什么？一起。半月过去，陆九婉让人搬了贵妃椅到外面的长廊上，悠闲地躺在上面看小说。琵琶曲的短篇故事，他也让白桃拿去给风月斋的老板了。这段时间又陆续拿了2篇过去，引起了热烈的追捧和模仿。他好像掀起了一阵小说热潮。最近南晋城出现了好多有趣的画本。一阵短促的风吹过，陆九婉抬起手在空气中感受了一下，风里带着凉意，秋天来了。皇妃，三夫人上门拜访来了。谁啊？是陆三夫人，说是您的生母。她来干什么？奴婢也不知道，只说许久没见到，想您了。她是您的生母，来看您也是正常的，奴婢们也不好过问。让她进来吧。是。见过王妃。坐吧。陆三夫人到旁边坐下，下人送来了茶水。找我什么事？娘找你还能有什么事？左右不过是许久不见，想念你了。你说，你爹都派人请你多少次了，你也不回家。家？那里还有我的房间吗？怎么会没有啊？你现在贵为王妃，回去就是贵客，府里肯定会给你安排最好的客房，怎么敢怠慢你？客房？这么多年你都不在家，你要是在的话，怎么会没有你的房间呢？别乱想，你永远都是御史的女儿，陆府永远都是你的家。陆九婉连嗤笑都没有一声。陆三夫人努力找话题，陆九婉爱答不理。一盏茶过后，陆三夫人也疲于应对了。九婉，你让他们都下去吧，娘想和你说几句提几话。陆九婉眼珠转到他身上，定在他身上看了会儿，然后挥了挥手。什么事？说吧。下人丫鬟一走，陆三夫人觉得自在多了。上次你父亲给你的东西用过了吧？用过了。他就知道是为这事儿来的。陆三夫人有点紧张。是吗？现在如何了？人还没死，为什么不直接给我一瓶毒药，直接毒死他算了？想必是怕被发现吧。
靖王那么凶猛的一个人，若是一旦被他发现了，恐怕再也没有翻身的余地了。那就是了，这药药性太差，王爷太凶猛，暂时毒不死。难道对他一点作用都不起？有啊，昨儿在我床边吐血了，体力也不好了。陆三夫人心想，这女儿说话是有点颠，又说王爷吐血了，她心里一跳，胸口更加紧张。那王爷有没有察觉什么？你也要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让王爷发现是你做的，知道吗？不然就完了，大家都完了。没察觉到什么，太医说太劳累了，开了药让他多休息。我每次在他药里都加点药，他最近精神越来越不济，都是在外面逞强，怕有人看出来。陆夫人满意了，回去跟陆郎交代，陆郎肯定很高兴，晚上就会留在他的院子里。参见王爷。远远听见有丫鬟跟王爷问候的声音，陆三夫人心猛地一提，王爷怎么来了？他刚想走，就差这么一步步。陆九婉瞧着这没出息的娘，丢脸哟，不知道帝将来做什么。他懒洋洋地坐着，好整以暇地看着。参见王爷。这人气势十足，威武，像一个冷面阎王，哪里有陆九婉说的虚弱样子？这装的也太好了，即便说他是装的，他还是怕死了。明明只是心虚，现在越来越怕了。帝将手帕捂着嘴取下来一看，满帕子都是血。啊！陆三夫人顿时又怕又喜，帝将蹙眉看向他，陆三夫人抖着，血。陆九婉蹙紧眉头看着帝将手里的帕子，他还真放饭里吃了。你怎么了？没事。请太医来看看。不用，昨天刚看过。陆九婉顿时好像明白了什么，他疑惑地看着帝将。吓到三夫人了，是本王的不是，今日招待不周，来人送客。那我就先走了，九婉好生照顾王爷。说着忙不迭地往外面走，人一走，陆九婉定定看着他。你怎么回事啊？在你床上吐血，体力越来越不行了。帝将捏着他的下巴，一字一句地反问。陆九婉立马反控。好啊，你监视我。帝将没说话，这件事他又不是现在才知道，监视他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他什么身份自己不清楚，他知道他不是曾经的陆九婉，他对待他很特殊，但这些都不代表什么。陆九婉见他默不作声，抬了抬下巴。这下扯平了。又到了1月之期，帝将吐的那次血无意中助力他完成了本月任务。密信上要他在秋猎的时候找机会进入猎场，协助同伴杀了帝将，让他死在猎场之中。帝将强大到让人忌惮，只能一步步图之。现在终于是收网的时候了。陆九婉将东西随手扔进空间里，他现在的身体已经不需要什么解药了。当晚，王爷抓到无影门的人，活的。走。秘密地牢中，一个年轻男人被铁链捆着，绑在铁柱上。男人身上有伤，但不像是经历过刑罚，应该是在抓捕的过程中交战的伤痕。从被抓到现在，你要是想死的话，早就已经自杀成功了。男人低垂的眸中闪过一丝被拆穿的不自在，但转眼又没了。但是你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出决定，是在等什么呢？这人没有说话。不甘心，不服气，不想死，还是不敢自杀？那人咬住牙，还是没回答。本王没有时间浪费在你身上，这是给你唯一也是最后的机会，想说什么就说。我确实不想死，我不甘心，但我是梁怀的儿子。左相梁怀？你恨他？我当然恨他，我不应该恨他吗？同样是他的儿子，凭什么有人能够尊享荣华富贵，而我要被送到该死的训练营，经历生不如死的痛苦磨练？同样是他的儿子，为什么我是被抛弃的那一个？临死之人说着平日里作为男人难以启齿的话，大吐不快。他也不觉得有什么难堪的了。就这样，你应该知道，本王出现在这里对你来说是一个活命的机会，可你打算浪费这个机会。梁琦忙抬起头，眼里闪过无措、慌乱和绝望不甘。我能帮你什么？就算我拿，我也逃不过。噬心蛊没有解药。我要知道你知道所有事情，我还要你帮我做件事。
赶在今晚之前，我可以把我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但是你要求我帮你做的事情，我没机会做了。我只有一个要求，帮我杀了梁怀，告诉他是我要杀他。你是不是应该恨吴影门啊？我恨，但是吴影门的人太多了，我不知道恨谁。袁仓蹙眉，嫌他智商不够。当然是谁让你爹把你送过去的，你就恨谁。梁琦似乎才想到这点，有点惊醒的恍惚。是，这人也该死。他抬头看向帝江，但我什么都做不了。王爷到底答不答应我的要求？我时间快来不及了。他怕他来不及把自己知道的说完。我不会帮你杀梁怀的。为什么？王爷不是说想知道？我不光要知道，我还要让你帮我做件事情。你爹，你自己杀。我没时间了。帝江不急，只缓缓问他：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没有什么愿望，我只想杀了他，杀了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毁掉一切。他说着静默了，片刻后冷静下来，低声喃喃：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解了身上的噬心蛊。听到想听的话之后，帝江便罢了，静坐在一旁。梁琦不解，这是什么意思？没有折磨他，没有用刑讯逼供，也不答应他的要求，这是想做什么？袁仓离开又回来，递给帝江一本书。帝江看到书名，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悠闲地看起了书。旁边有人备上了茶。梁琦抬眼看到书名，死后才知我是王爷的爱而不得。尽管在这样一个场合，他还是有点傻眼。堂堂一个王爷竟然会看这种书，并且死了为什么会知道？不用读内容，光看书名就知道是不正经的废书一本。这王爷竟然还看得下去，津津有味。这会儿最难熬的就是梁琦了，时间就像是一把看得见的利剑在慢慢朝他刺过来，他的生命一点点的消逝，旁边的人都在看他等死。梁琦内心焦急的情绪一点一点的上涨。王爷，时间来不及了，您真不能答应我的要求吗？帝江纹丝不动。梁琦眼含绝望，慢慢的，体内一股噬心的痛逐渐变强，他满眼恐惧，试图挣脱身上的枷锁。帝江掀起眸子看了一眼，继续看书。杀了我，求求你，王爷，你杀了我，你杀了我！差不多了，上去压住他，给他吃下去。旁边4人一起上前将他松开，压住挣扎的他。袁仓将药喂了进去，袁仓没有发话，4人不敢松手。只是没过一会儿，身下挣扎的人不动了，他们疑惑地看去。梁琦有气无力地贴着躺着，但是脸上没有痛苦之色了。王爷这是给他喂了解药。多谢王爷，王爷想知道的，我现在就说给您听。先吃点东西，洗漱之后带他来见本王。梁琦惊愕地抬头看着王爷的背影，活了那么多年，只有这句话让他觉得自己被当成一个人看待。梁琦咬着牙，藏起自己的脆弱。从今天开始，他能活一天，这条命就一天属于王爷。帝江回去洗漱完就往云书院去。陆九婉已经一身清爽地卧在贵妃椅上，他手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能发声，他看得入迷。但是等他走近，却发现他手中什么也没有。帝江疑惑，难道是自己幻听了？但是明显看着他双手的姿势是握着什么东西的。陆九婉吓一跳，这人怎么进来没声的？幸好他发觉了，幸好他袖子宽大遮挡了点，忙把东西扔回空间。药喝了？喝了。你用得着天天都来问一遍吗？不问你不乖。今天有没有不舒服啊？没有。晚上自己睡，本王有事不过来了。哦。见帝江半天不走，还盯着他看，似乎还有一点点的埋怨之意。他问：你怎么还不走啊？不是有事要忙？现在不忙了。他电影正看到上头的时候啊，僵持了一会儿，陆九婉终于叹息一声：帮我倒杯水，谢谢。帝江还是无奈起身，倒了杯水过来。要不要本王喂你啊？不用了。还以为你手废了呢。帮忙倒杯水这么大怨气，你以后最好是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帝江不说话了，这威胁似乎没有一点威力，但是莫名让他心头一动。以后本王等着。那你本来是要去做什么的呀？
沈人。谁啊？你想知道可以跟我一起去。他面上不显，心里却警惕了一下。陆九婉不感兴趣。好吧，我不想。打了个哈欠，陆九婉朝他伸手，帝江不懂，但伸手抱住他。抱我上床，困了。帝江无奈将他抱着放到床上，给他盖好被子。睡吧，本王去办事，今夜晚点再过来。帝江一走，陆九婉双腿一翻坐起来，拿过枕头靠在身后，继续看他的电影。美滋滋。末世的时候他都没时间搞娱乐的，他很忙，就算不忙也随时警惕着，哪里敢这样放松地看一部电影。梁琦被收拾干净，刚才狼狈不堪的样子焕然一新，强健年轻，身上蓝色衣衫是他从未穿过的颜色。说吧，你知道的所有信息本王都要知道。是，我6岁开始。停，本王只想知道重点。无影门有多少人？每个人都擅长什么？据点在哪里？最近在执行什么任务？是，无影门已经存在了30多年，每年都会从全国各地选100个有天分的儿童进入训练营进行残酷的训练，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考核，每次考核都是一次生死的决斗，每一批到最后只能有5个人活下来，活下来的才算无影门的人，才会进行专门的训练。所以无影门总共也就100多人。具体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每一批最多也就5个生存名额。无影门因为要执行的任务都非常隐秘艰难，所以不养废物。废物不仅不能完成任务，还很可能会坏事。训练场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们进出都是被蒙着眼的，只知道是个很隐秘的地方，周围都是丛林悬崖，逃不出去。雁碑山？帝江猜测。我不敢保证。无影门的盘踞地点在哪里？我不知道，只知道那个地方离这里很远。地处似乎是一个中山平谷，很大，有很多殿宇，里面住着炼药师，他们炼药炼毒，还有训练师，培养通过考核的人，还有无影门的长老，负责无影门的各项事务。我们这种已经训练合格的，需要到外面执行各种任务，有临时的据点。云苍，给他备纸笔，把无影门的内部联系分工写下来，知道的临时据点写下来，你知道的所有人全都写下来。袁苍让人搬了桌椅过来，准备了笔墨纸砚。梁琦看着桌上的东西，没有动笔，而是抬头看着那个双眼含着威慑的人。王爷，我背叛了无影门，我这条命还能留几天我也不清楚。要是我们要能杀了梁怀，王爷能不能答应我，将来有机会帮我杀了他？不能，本王说了，你爹你自己杀，你现在还不能死。为什么？为什么现在不能死？你也不能死，你还帮本王完成件事。我愿意帮王爷，可王爷您昨日也看到了，更何况我背叛了无影门，一定不会被清理门户的。袁苍，把东西给他。袁苍从怀里拿出一个胖胖的瓷瓶，放在梁琦的面前。王爷的话，你最好不要一直反驳，都有道理。这里面的东西是噬心蛊毒的解药。梁琦惊喜地看了眼袁苍，拿起瓶子就打开，满满一罐。这么多？看了看，又疑惑地说：怎么感觉有点不同？当然不同，这是解噬心蛊的解药，不是你们无影门每月给你们发1次的压制毒性的药。梁琦震惊地说不出话来，只是傻愣愣地看着，好半晌才回过神来，巨大的惊喜和希望涌上心头。这是真的吗？真的可以解噬心蛊的毒？别废话了，药就在你面前，从现在开始，药是你的，你的命是王爷的。梁琦还有什么话好说，哽咽的点头。我梁琦这条命从这一刻开始就是王爷的，誓死效忠王爷。起来吧，先把东西写下来，本王还有事情吩咐你要做，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好。是。宫内，帝玄义来到慈宁宫，进入屋内，见到人上前行礼。儿臣给母后请安。坐吧。文太后如今40几岁了，保养得当，还是一副风华绝代的样子，眉宇间有盛气，眼神犀利。秋猎马上就到了，这一次是最好的机会，千万不能让他活着出来。是母后，这个儿臣知道，儿臣早就派人进去设伏。不够。母后还有什么想法？
帝江征战2年，还能完好无损地活着回来，几十万大军都奈何不了他，别说区雁悲山。帝玄义也担心皇叔太强了，要不是因为他那么强，自己也不会这么急着想要他的命。该安排的儿臣都已安排了，丛林和沙场不一样，而且我们人多，还是不够。母后的意思是把人请进来。帝玄义看向门口，不一会儿出现一个清瘦的男人。参见太后，参见皇上。平身。这是何人？哀家特意寻来的控兽师。控兽师？帝玄义心中隐隐猜测到一点。您是说让他进燕碑山控兽？帝玄义想一想，觉得不靠谱。燕碑山猛兽多，种类也多，一个控兽师能起到的作用也不大。皇上，草民能控百兽。帝玄义听完有点震惊，文太后很满意。燕碑山深山丛林，情况险峻，不适合人进去，但是常年生活在里面的猛兽却能行动自如。儿臣明白了。文太后挥了挥手，控兽师离开。这一次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让他有去无回，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加派人手，燕碑山周围也要严防死守，不能让人进去救他们。必要的时候，秋阳高照，晨光祥和，是一个适合出行的日子，也是全南境百姓期待的一个日子。